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场效应管。场效应管的种类很多，有这种中功率的，还有大功率的，还有小功率的，包括这样的，也有比这个体积大一些的，还有这种中功率的，还有这上面的这种特别小的贴片的小功率的，还有这种中功率的。它包括的是 NMOS， 这上面这个是 NMOS， 还有 PMOS。PMOS 没有 NMOS 常用。NMOS 有点像我们三极管里的 NPN 型三极管。NPN 型三极管大家都很了解了，就是这种。但是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要有小的电流，极电极向发射极才能够导通，所以它属于电流性元件。而摩斯管呢，也就是场效应管呢，它属于容性元件。它的山极与原极之间呈现一个高阻态，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电流流过，只有高频信号。因为电容是通交阻值的，所以只有高频信号呢，山极向原极才会有一定的泄漏的电流。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山极向原极是没有电流的，并且我们知道 NPN 型三极管基极要比发射极高 0.6 到 0.7 伏的时候，基极向发射极有小的电流，极电极向发射极有大的电流。而摩斯管呢，一般是山极比原极高4伏左右的时候，它就能够导通了，并且与我们三极管一样，因为基极比发射极高 0.6 到 0.7 是放大状态，而摩斯管呢是山极比原极高4伏左右，它也处在放大状态。正常我们利用功率管的时候呢，山极要比原极高12伏，所以我们采用的驱动信号呢，一般是山极比原极高12伏，它的漏极向原极完全导通，并且呢，摩斯管的内阻呢要比三极管的内阻小，所以呢，摩斯管现在很常用。内阻小呢，它耗散的功率就很小，因为我们知道功率呢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。另外，场效应管的原极和漏极之间有一个二极管， PMOS 也同样有一个二极管。我们要判断这个场管各引角是什么极性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这个二极管。我们看它的原极与山极之间是阻值无穷大，正反向，因为没有二极管。它的漏极同山极之间同样是正反向，都没有二极管，也是无穷大。而漏极与原极之间有一个二极管，我们用数字万用表的红标笔接它的原极，黑标笔接它的漏极时，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。我们翻过来以后呢，很显然也是无穷大的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它的漏极和原极。 PMOS 呢正好是相反的，因为它内部的二极管，它的负极是接它的原极，它的正极呢是接它的漏极。下边这个箭头朝外的就是 PMOS， 它的箭头是朝外的， NMOS 箭头是朝里的，同样有原极、漏极和山极。这个 PMOS 呢与我们三极管里的 PNP 型三极管是非常相似的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三极管呢属于电流性元件，也就是说发射极要比基极高 0.6 到 0.7 时，发射极向基极有小的电流，发射极向极电极才能有大的电流。 PMOS 山极只要比原极低4伏，它的原极向漏极就能够导通，电流方向呢是从原极向漏极流。原极比山极高12伏呢，它就能够彻底导通，它的内阻是很小的，是通过原极向漏极导通。它的内部呢同样是有一个二极管，只不过 NMOS 呢是漏极接二极管的负极，原极接二极管的正极，而 PMOS 呢是原极接二极管的负极，漏极接二极管的正极，正好是相反的。在我们测量的时候呢，也能够通过这个二极管来判断 PMOS 的原极和漏极。下面我们测量一下，我们随便拿一个大个的来测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它的山极和原极、漏极和原极都是呈现0的状态，就证明这个管呢是击穿了，已经损坏了。那么我们拿一个
大功率的比较好测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呢，它是一个 NMOS， 一般这个位置是山极，那么我们随便就测量就可以。我们看它的原极向漏极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翻过来呢是无穷大的。那么我们用红表笔给它的山极充电，黑表笔接它的原极。这时我们再把红表笔接到它的漏极上，原极接黑表笔，我们看已经导通了。我们翻过来给山极放电，也就是红表笔接它的原极，黑表笔接它的山极。然后呢，红表笔接漏极，黑表笔接原极，这样又呈现无穷大。同样的，原极向漏极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也就是内部的二极管。这个二极管呢，它是有说法的。有什么说法呢？根据我们长管的耐压值，这个二极管呢，实际上不是普通的二极管，它是一个齐钠二极管。齐钠二极管呢，就是达到它的耐压值以后，它就会击穿，这样呢就保护这个摩丝管不会击穿。但是呢，比如说我们用一个20伏的摩丝管去放到30伏的电路里当然上面是有限流电阻的，这样这个摩丝管只要达到20伏的时候，它这个位置的电压，无论你搁多大的电阻，它都是20伏了。也就是说20伏的摩丝管不能够用到30伏的电路中，当然它也容易损坏。下面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 PMOS 和 NMOS 正好是相反的，它漏极是二极管的正极，原极是二极管的负极。我们看这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翻过来是无穷大。那么同样，我们的黑表笔是负极，然后红表笔是正极，然后给它的山极充电，这是充了一个负电，因为原极是正电，山极是负电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的原极向漏极呢就导通了。我们看，当同样的，我们黑表笔接它的原极，红表笔接它的山极，这样给它放电，也就是说使山极储存一个正电荷，这样呢它的原极向漏极呢就截止了。另外注意一下，怎么样判断它的好坏呢？首先我们要测量它内部的这个二极管是否正常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测量的，给它充电，然后看它是否导通。那么如果这3个引脚之间都呈现无穷大，那很显然这个摩丝管呢已经烧断了。如果这3个引脚都呈现低阻状态，就像我们刚才为0或者是有阻值，在不给山极充放电的情况下，如果都有阻值，那么证明这个摩丝管呢已经内部软击穿了。所以我们判断一个长管的好坏很容易，我们把任意一个表笔放到它的山极，它与漏极和原极阻值都是无穷大的，翻过来同样的。那么我们判断它是 NMOS 还是 PMOS 呢，就通过红表笔和黑表笔放一下，我们看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证明呢它的这个位置是原极，这个位置是漏极，当然它是 NMOS。 如果是 PMOS 呢，它的中间一般是漏极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黑表笔放到它的原极，红表笔放到它的漏极，这样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反过来呢就是无穷大，这就能够判断它是 PMOS 和 NMOS。 还有一种特殊的摩丝管，它是一个长臂形的，就是 NMOS 呢，它的山极我们不给它加电压，它的原极和漏极呢就是导通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让它截止呢，就需要给它的山极加一个低电位，也就是说山极要加一个比原极低的电位，它就截止了。这是 NMOS。 PMOS 呢，要给它的山极加一个比原极高的电位，它才能够截止。这是长臂型的，这种摩丝管是不常见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